人，此女房中果然搜到夫人丢失的白玉珠碎钗，如今人赃并获，夫人打算如何处置？我早就搬去方圆住了，之前的房子一直空着，什么白玉珠嘴的，我从未见过。哦，既不是你偷的，难道是牡丹偷了，藏在你那儿了？你放屁！总之不是你便是他，又或是你俩合谋。去，把蒋郎叫来，让他看清楚，枕边到底睡了个怎样的人。是。我是大王赐给蒋郎的，如今府中风气不正，我自当替大王料理。明明是故意诬陷，蒋军才不信。手脚不干净之人，不知悔改，还敢肆意污蔑，当掌嘴100，以示惩戒。是，我没有。哎，放开我！松开！放开我！别碰我！放开我！我朱府行得正，坐得端，若想做什么，统统冲我来。若敢一次胡乱攀扯牡丹，这屋里见血的就不止我一个了。郎君，你可得好好看看。蒋郎，你可算来了！牡丹的人偷了我的首饰，我不过就是询问了几句，他便出手伤人，连着好烫，好害怕。我没有，你无凭无据，信口胡言！大夫，大夫，事情就是这样。蒋军不会相信连州的话吧？连州他都……自然不会，只是因我之事，令你受这无妄之灾，实在是……没事儿，多道口子而已。你先坐，先坐。无妨吧？蒋军只要相信牡丹，我就放心了。你要是不信，坐好，你先爱惜爱惜你自己行吗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你这样要是让你阿娘知道了，她得心疼死。哦，也对，那我好之前就要在牡丹这儿躲躲了。抬头好点。川渝对大夫可真好啊，对主子都没这么上心。我这腰伤了，也没见你说一句心疼啊。郎君的腰伤，自然要找那始作俑者去心疼。大福，大福，牡丹，大福，我看看伤哪儿了？这儿。医师没有来过，会不会留下疤啊？哎呀，没事儿，江湖儿女多道口子，怕什么？蒋军都找人看了，用的都是御赐的伤药，别担心。都伤成这样了，你还笑得出？一点儿。事情的原委，来的时候斗金都同你说过了吧？别担心，川渝给我伤药都快好了。去看看蒋军，他腰也伤了。你腰也是被连州弄伤的？不是，我这个与今日无关。川渝，帮我好好照料大夫。夫君，你同我来一下。我叫你出来是有事想跟你说。是这样的，连州呢是因为我进府，此事是我对不住你，所以我愿意配合你演戏。但是这件事情跟大福没有丝毫关系。如今连州这般对大福污蔑他、惩戒他，我必须要为大福讨回一个公道。若是你想阻拦的话，我为什么要阻拦？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，尽管提。那倒不用，多谢啊。哎，
你这腰伤，是那晚背我回来的时候扭到的？那晚你都记得？我是喝醉了，又不是死了，我当然记得。只是喝的有点多，只记得一点点。一点点也好啊。那这治腰伤的钱，你出。他们当真吵架了？虽说是关着门，没有透露出一丝动静，但我还是亲眼看到何玉芳沉着脸回到自己的院子。他刚走啊，郎君就派人来报，说今夜要歇在咱们屋。我就说嘛，老子哪有一心一意的？看来蒋府日后将是夫人独享尊荣了。快往水里多下些花瓣，再把屋内的熏香都点上。是。用意，即刻疹子都治不好。夫人，这疹子发的古怪，听闻那何为芳懂些药理，说不定是他搞的鬼。夫人，一会儿郎君来了，可要让他为您做主啊。什么时辰了？戌时了。我眼下这般，若被蒋郎看到，他还如何能得宠？你去跟蒋郎说，我因他要来十分欢喜，沐浴时却不慎着了风，怕过了病气给他，请他莫要来探望。待我痊愈时，自会向他好好请罪。是。夫人当真要这么做？寻了几位医师，都说这病状不知其源，无法对症下药。除了去求他，还能如何？这般实在太委屈您了。忍辱负重的事，我做的还少吗？眼下第一次透又有何要紧？只要确保我这张脸恢复如初，日后有的是机会对付他。牡丹姐姐，可否出来相见？牡丹姐姐，连州夫人有何事情啊？我昨夜以花沐浴，不知为何周身长满了疹子，奇痒无比。我知道牡丹通药理，可否为我解忧？那真是不巧，我听闻大福偷了你的首饰，现在正在调查呢。没有眉目之前，无暇应接。此事是我弄错了，朱夫娘子并未偷窃。哦，既然如此，那是夫人冤枉了大福。那大福脖子上的伤和所受的委屈，夫人应当如何弥补呢？我自会向下人解释，还朱夫娘子清白。这本就是你要做的，如何算是弥补呢？肆意污蔑，掌嘴一摆，这可是夫人之前所言吧？那便请牡丹与朱夫娘子说好了。你到底用了什么招，让他来认错求好？小春之前研制美颜丸，取了不少花的汁液，偶然发现几种花枝混在一起，可以使肌肤生疹。虽然没有性命之忧，但是可以使容颜有损，瘙痒难耐。于是我便取了一些放在他的浴桶里。偷窃是你家伙，如今下场是做法自毙，你需要作文陈情，放于正厅，向朱福道歉。好，我即刻写来。
姐姐可以将解毒之方给我了吗？我虽然不知道你的过往，但我大概可以看得出，你的婚嫁也由不得自己，你一定有自己的委屈跟无奈，所以想搏些什么，在蒋府立足，终身可依，也是人之常情，我可以理解。我这个人一心只在生意上，不想跟你争什么。若是日后你不再伤害我的挚友亲朋，我们还可以像从前那般相安无事。一心在生意上，难道你不在乎蒋郎的宠爱？我的意思是，我跟随之两情相悦，我自然无需争什么。你与其在这白费功夫，不如好好的善待你自己。你，别为了一个心里没有你的郎君生气了。心火越旺，你身上的疹子便越难以消下。恩威并施，牡丹姐姐真是好手段。我们女子本来就不易，何必耍什么手段，彼此相残呢？连州是宁王的义女，美貌之外，定还有别的过人之处。除了讨夫君欢心，就没有其他什么爱做的事情了吗？我这里有很多才艺超群的女子，她们早已冲出了内宅，如今刺绣、栽花、制香、扮妆，都过得怡然自乐。你若是对诗花弄草感兴趣，日后可以来我方圆逛一逛。你是想让我跟你一起种花做生意？做生意有什么不好吗？你这人好生奇怪，明明嫁给了花鸟使，却还辛辛苦苦的去赚那些小钱。真不明白，蒋郎怎么会一颗心都扑在你这样的人身上？赚钱有什么不好啊？谁会跟钱过不去呢？再说，夫君正是喜欢我有这样的能力呢。你别恃宠而骄。1日3次，7日后便可痊愈。我今日同你说的话，你回去好好的想一想。若是想通了，随时可以来找我。蒋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花不会是从牡丹院子里摘的吧？蒋郎放心，这些都是我出钱买的。如今我哪敢招惹姐姐半分啊？那就好。凡事啊，讲究先来后到。这汤匙你先用，我先走了。连州整个人都是蒋郎的，还分什么你我？自我嫁进来，蒋郎从不来我房中过夜，咱俩都多久没见面了？今日上天眷顾，让我遇着蒋郎，就让连州好好的服侍您吧。连州，我同你说句实话吧，自从有了牡丹，我对旁的女子实在提不起兴致来。我知道，这段时日啊，委屈了你。一会儿你去开库房的门，里面喜欢什么呀，你随便挑，好吗？嗯。果然是大王义女，真是善解人意。走了。小夫人，您胳膊上的伤还没好，要不我来？不用不用，千万不用，我可以的，忙你的啊。这招财抱着花是去哪儿了？回小夫人是送去连州夫人房里的。这连州现在对花草感兴趣了？
牡丹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连州妹妹送驱虫药的。见过小夫人。可不能这样移栽呀！来，牡丹盛放的时候啊，不可移栽。招财之前没有养过花吧？若像你这样强行把它挖出来，就算这花能撑过今年春日，明年也开不出花了。姐姐今日过来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我这看着你养了凝烟子，便想着此花娇气，易招小虫，给你带了一瓶驱虫的药水来。多谢。妹妹既然寄情于花草，何必劳动府中小厮呢？招财又不懂养花，为何不来找我？我本想养着玩儿，可不知其中有这么多门道。日后我还是作画弹琴吧，就不劳烦姐姐了。仰闻夫人虚话，招财先行退下了。去吧。困守内宅，恐怕只会误了自己的年华。我之前同你讲的，你可想明白了？要不要走出去，试试不一样的日子？你口中的日子，不是谁都能有幸过上的。我方才见着桌上的包裹，妹妹这是要出门啊？我想去开元寺小住2日，诵经祈福。开元寺，禅修清苦，怎么突然要去那里？我想和神仙去求一求我与蒋郎的缘分。姐姐大度，不会不让我去吧？自然不会。那点花土，一看就是采薇高声提醒后即刻产的。连州在和招财说什么，还要亲信守在门口。招财是蒋府的小厮，连州这么轻易就能收买吗？招财！郎君饶命！你平日里也不是折磨下人的主子，今日这是怎么了？你是跟这小厮有仇吗？你猜？蒋长阳在府中做戏，不单是想将纨绔的恶名传出去，只怕他身边一直都有旁人的眼睛。蒋长阳这几日不在长安，若招财真的是宁王的人，这连州突然离府，不会是要做什么对蒋长阳不利的事吧？我要去开元寺给母亲上香祈福，正好一起了。我跟牡丹是姐妹，我陪她一起。夫人，合适的厢房已经熄灯了。
拼命私用皇家玉品，乃杀头重罪。夫人一定要买吗？夫人的绣工可真好，这华莲衣长裙虽然旧了，却不减其美，上面的莲花像真的一般。当年我父亲开的绣庄，可是江南最大的一家，见我手绣出的衣裙不计其数，可如今能找到的、买到的，便只有这一件了。我从小便有一个心愿，有朝一日能穿上这样美的衣裙，哪怕是在黑暗无光的夜里，我只穿给自己看。可父母告诫我，商人不配着贵人服饰，直到父亲被贪官迫害，一夕间家破人亡，我都从未穿过如此华丽的衣裙。夫人能走到今日，当真不易。商人卑贱，无论生意做得多大，当官的一句话必会让一切灰飞烟灭。只有攀附皇亲贵胄，才能与富贵我中，珠翠罗衣，拥抱平安。原来连州也是商户出身啊！你和他都经历了不少的磨难，却活成了完全不一样的样子。我们被家人呵护长大，可是他呢，家破人亡，一路以来的艰辛和苦楚，未必是我们可以懂的。想必连州在年少绝望时，并没有人给他选择的机会，让他可以用绣工为自己谋一条生路。贵人给了他一座锦绣牢笼，让他丰衣足食，高枕无忧。他自然以为，只有攀龙附凤，才能拥有安稳的人生。这么看来，可恨之人，确实都有可怜之处。这贵人穿旧了不用的衣裳，寻常百姓买了也是罪过。想必这些年，连州谨小慎微的算计度日也是怕了。就如同圣意，想要重新开始，又谈何容易？等他住得久一些，和我们越来越熟了，说不定慢慢就改变了。希望如此吧。今日之事，我们全当没有看到，不能让第三个人知晓。明白。前日那事，何时没有起疑吧？已经应付了过去，他没再问起。户部尚书病逝，位子空悬，正需要你吹一吹枕边风，让花鸟使诸大王的人得此官位。蒋承阳爱重何事，不肯给我机会，这风如何吹？若何氏死了，你何愁没有机会？怎么，姐姐叫的久了，还真当她是一家人了？宁王府不养废物，更不允许任何人背叛。连州能有今日，都靠大王庇护提拔，绝不敢忘恩。
样在乎何氏，他若暴毙，必会彻查。若查到你，你可能自保；若查到我身上，又该如何同大王交代？只要何为方失了仇，便不会再碍我们的事儿。你若真的过他，又怎会有今日之困？之前我不明白，蒋正阳到底喜欢他什么。如今我看清了，何氏口齿伶俐，一张嘴便能哄得郎君欢心，而这张嘴用在经商上，亦能为郎君赚得金玉满堂。你是想毒哑他，绝了他的立身之本？待蒋郎恢复指挥得知，何氏自己染了病失了声，郎君伤心之时，妾自然要去安慰。连州定不负大王厚望。牡丹劝我的话，我都听进去了。我想同你去做生意。当真是这样想的？开元寺之行，我求了签，签文说我与蒋郎无缘。如今我也死心了，日后还请牡丹庇护，让我多些钱帛傍身，不至于老了孤苦无依。妹妹，快起来！若你真的能够放下过往，那日后不必再担惊受怕，日子也会越过越好。如今你来了方圆，众人与我便是你的家人了。这对花盏是我送牡丹的拜师礼，还请牡丹不吝赐教。好，正好今日啊，我要试试新酒。连州颇有见识，一同尝尝吧。好啊，美酒配好盏，何不拿这个一试？这牡丹盏真是精美。来，连州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请牡丹教我经商。来，来来来，今日啊，大家都尝尝，这是锦娘娘的新酒，看看。都下去吧。是。夫人，方圆开了门，灯火大亮，吕跟春已经赶过去了，想必何氏已经毒发。夫人放心吧。牡丹姐姐，这昨日还好好的，今日怎么？昨夜姐姐突然喉咙刺痛，气喘艰难，自时起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小春医师，牡丹到底得了什么病？我刺了针，试了药，
全都无济于事，查不出是何急症。待蒋郎回来，定会请副圣手来为牡丹诊治，一定会好的。这喉痛，可要多喝些清热的。牡丹，方才紧张牡丹一时失了手，快将这些都丢了去，莫让牡丹看了心烦。是。该回的都回了，你去吧。平淡，平淡。蒋郎，姐姐病了，如今人在方圆，蒋郎可要去看看。哦，是吗？连州妹妹，姐姐回府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，身子如何了？若有不适，莫要强撑了。身子，我身子一直很好啊，从来没有病过。妹妹这么匆匆赶来，是想与我喝盏茶吗？你是不是想问，我为何会安然无恙地站在你面前？而这碎了的牡丹盏，又为何可以完好无损地出现在这里呢？连州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请牡丹教我经商。自从撞见你跟招财密谋，我从来没有放下过疑心，一直派人跟着你，没想到竟被我查出了你们制作阴毒，想置我于死地。染鼻内荼毒，很精细的手段。可惜，在此之前，我早已买下了一对一模一样的牡丹盏。你砸碎的那个是无毒的，而真正有毒的是我手中的这只。我从未做过这些。蒋郎是何时哄着我说要教我经商，我这才买了对花盏送他，想与他亲近。这花盏不是什么稀罕物，有钱都能在此坊买到，那如何能做得了正？还有那招财，我不过是让他帮我搬过几次花，什么下毒的我没有。是吗？那你看看这是什么？
这是张方氏还有招财的供词，他们早已在衙门认罪画押了。药到病除，主家很满意。这是剩下的钱帛，日后。哎，老实点儿！别动！这毒这气，皆是从方氏家搜出来的。以前张大师只是坑蒙拐骗，怎么如今连制毒害人性命的活都敢接了？店主饶命，县令饶命，小的知罪了，我知罪了，知罪了。还有你，来蒋府这么多年，竟然无人发现你会功夫，藏得这么深，怎么，是想暗中杀害郎君吗？毒杀良妾未果，或许罪不至死，但敢问县令，若是以奴杀主，戕害官员，该如何判呢？奴婢谋杀主者，斩。小人虽会武艺，但绝无害主之心。是连州派小人来的，连州他想害死您，小的也不愿做这伤天害理之事，都是连州逼我的。夫人饶命！县令，这连州是大王送给蒋勋的，若是交给您处置，怕您也是为难。此事涉及蒋府内宅，等郎君回来以后，我自会说与他知，就不劳烦县令您了。多谢牡丹夫人不计前嫌，体恤下官。夫人如此深明大义，花鸟使真是好福气啊！过奖了。至于这2个人，手段阴险，证据确凿，还望县令依律处置。连州，我待你这般好，你为何如此对我？你实在是让我太寒心了。夫君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今日你能因为我宠爱旁人便对牡丹下毒，来日若怨上了我，又当如何？夫君万万不可！连州是大王送来的，看在大王的面子上，你也不可伤他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我查验了招财所买的阴毒，药量之大，足以取人性命。但是斩壁内的毒量是精心算过的，只会致哑，不会取人性命。所以，你没有想害死我。夫君，说到底，这些都是后宅之事。我有几句话想同连州说。还请你让我自行处置。好，便依你。起来吧。你入了府以后，没有得到过夫君一分怜惜。你觉得自己白白误了年华，所以你恨我。我不怪你，我不怪你，是因为你良心未泯。但你终究是做错了事情，所以我无法继续容你在蒋府了。我明白，无论你如何处置，我都没有怨言。我之前同你说的都是真心话，我从未想与你争，
更不想与你相残。我之前说的，自在的日子，或许你以前没得选，但是今日，我想给你一个选择。牡丹何意？要么明日，你被郎君退回宁王府，也许你还会被送给哪个王亲贵族。虽说是衣食无忧，但是8成，还是会被卷进无尽的内宅争斗当中，无法心安。要么，连州死在今日，从此以后，你更名换姓，远走高飞。我会助你去一处山清水秀之地，到那里，你可以凭借自己的手艺谋生，不再是任何人的附庸。或许到了那里，你会遇到一个真心待你的郎君，安稳、畅快地度过余生。男女之情，强求不得。我也不想耽误了你。牡丹，既让你选择，你但选无妨。牡丹的恩德，我永志不忘。可大王待我恩重如山，我不能为大王笼络住蒋郎的心，是我无能。我不怨任何人。爱卿蒋郎，将我送回王府吧。要给我，3个给大娘。大娘，怎么妇人都挤着今日来了？大娘，您身子无碍的，这几副药吃完以后就会好转了。您拿着，我给您慢些啊，娘子。您等一下。哎，娘子，您没事吧？连州。裴忠看起来温文尔雅，实则性情暴虐。闺房之中，喜欢诱骗。你这身上旧伤叠着新伤，伤口若是生阳化脓，只怕会危及性命。你可否暂且避一避，好生养一个月？一件礼物而已，哪有资格说半个不字？牡丹，我选错了，我当初应该听你的，离开长安。连州，只要你现在愿意，也来得及。我可以助你逃出裴宅。牡丹，一品湖和水仙花枝融合，可以令人生出红疹、皮肤溃烂之病。到时，我让小纯前去替你医治，就说你害了痘疮。以裴忠的性子，他不会在乎你的死活，但为了不让恶疾传染，他定会将你逐出宅门。到时，你便自由了。再造真，连州莫齿难忘。连州，快起来，慢点，小心啊！快起来。从头开始一定很难，但你记住，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你要珍重自己，没有任何人值得你卑躬屈膝。儿时我有父母护着，他们不在了，我便寻求一个又一个男子的庇护。我好似
已经忘了自由的滋味了。我真的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你聪慧灵巧，又通人情世故，你擅长刺绣，对女子的衣裙也颇有研究。待来日，你可以开家属于自己的裁衣铺，定会生意兴隆。你可知乌庸堂开去了圣县，那儿的农妇虽不识字，却也能靠手艺养活自己。更何况是你，离了男子，也照样能把日子过好的。小春说的没错。连州，寒毒的花枝，我叫人即刻炼制，3日后送去佩斋。好。牡丹，若有机会，你也尽早离了江长阳吧。宁王要对付他，宁王要被他牵连了。宁王要对蒋长阳做什么？裴仲说，宁王要将贪墨之事安到蒋长阳的头上，拿他的家产来抵户部亏空，只怕还要拿他的命来平息百姓之怒。人定。这连州用了花枝，1个时辰前便该发作了，怎么到现在还没来？别急，再等一等。人定。来了。走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夫人本来收拾好包，欢欢喜喜同我说过了今晚就能离开裴宅了。可他还未将店主给的花枝投入水中，也让那裴仲脱了去。连州好歹是宁王送给裴仲的，他如今死了，裴仲就这么对他。夫人刚被他的时候也求过大王，可是宅中死的女子太多了，个个都是真爱，一卷草新人去乱葬岗，没有人在乎他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总是晚来一步？为什么我总是救不下你们？苦向身为女，危楼难再枕。故乡身为女，危楼难再枕。男儿当门户，连州这样比头4件事还好看。夫人，你终于解脱了，终于可以跟你爷娘团聚了。无心爱，不为家所重。相见，一见一深深。
连州，愿你来生顷刻为足，无忧自恣。郎君慢走。你不在府中好好避风头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六郎说你心绪不佳，我看乌庸堂生意如旧，可是别的铺子出什么事了？连州死了。他去了裴宅，也难怪。前几日我们还说好，等他逃出裴宅，便自由自在地活着。无论是圣意、哑女，还是连州，我都没能救下他们。乌庸堂救下的人还少吗？你又不是神仙，何必苛责自己？是啊，世事无常，人命脆弱，所以我们更要珍惜眼前之人，不是吗？